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，就是为什么全球第二长寿的是澳洲人？在每年联合国都会发布一个世界幸福报告，今年的报告对全球156个国家进行了排名，澳洲排名和以前也差不多，位居全球最幸福的国家第12名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名，前10位有9个都是欧洲的国家，排名第一的是芬兰，第二是丹麦，第三是瑞士。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我们华人较多的世界5个传统的移民国家都在什么位置。排名最靠前的是第8位的新西兰，这就是为什么由于今年的疫情，如何移民新西兰也成为了一个全世界的热搜词了。排在第11位的是加拿大，第12位是澳大利亚，第13位是英国，第18位是美国。美国是海外华人最多的一个传统移民国家。那么只要是华人，肯定都会关心中国排到多少位呢？这个答案我留到最后再告诉大家吧，因为我自己生活在澳洲，今天我的重点就是讲澳洲。根据以前的排名，澳洲一直表现稳定，这和澳洲人富足的生活状态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分不开。除了国家的排名，全世界的城市也有单独的排名。澳洲排名最靠前的4个城市是布里斯班排在第10位，墨尔本排在第14位，我所在的珀斯排在第15位，悉尼排在第20位。而且除了幸福指数之外，澳洲还一直位于世界长寿榜单的前列，预期的寿命也曾创下了新高，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4.9岁，男性是80.7岁，赶超美国、英国和新西兰。专家预测，澳洲今年出生的女婴甚至能活到22世纪。这个排名计算公式，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各个国家的平均寿命，还有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各地人均消费、资源量等等。所以不得不说，澳洲人是真长寿。根据官方全球长寿国家排名，澳大利亚的人均寿命现在有82.5岁，一度排到了现在的世界第2位。话说，早在1990年，澳大利亚女性的预期寿命就突破了80岁大关，而男性的预期寿命也在2013年提高至80.1岁。后来从2015年到2018年期间，澳洲的男性预期寿命又增加了0.2岁，女性则增加了0.3岁。每日邮报也有报道称，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的研究数据预测，在1960年，澳洲20岁的年轻男性及女性活到70岁的概率分别是54%以及72%。到了2010年，20岁的年轻男性及女性活到70岁的概率分别上升至了82%到89%。而现在年龄在2020年代的澳洲小朋友就更不得了了，活到70岁以上的几率几乎高达90%。预计今年出生的澳洲男婴可以活到81.5岁，今年出生的女婴很有可能会活到22世纪。大家肯定很好奇，澳洲人怎么就这么长寿了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？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才发现，原来很多长寿秘诀就藏在澳洲人的生活里。其实也非常的简单，澳洲人之所以长寿，空气质量好很关键。世界上92%的人口都生活在 PM2.5 超标的地区，澳洲的空气质量常年排名世界前几位。除了空气质量，医疗服务的水平高，澳洲基本上大部分人都热爱运动以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的长寿秘诀，那就是生活中澳洲人基本上离不开巧克力、红酒、咖啡和海鲜。澳洲的超市里，巧克力的柜子可以摆满整整好几排，各种不同样的包装，眼花缭乱，还有很多品牌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名。还有澳洲咖啡也是澳洲人每日必备，一刻都离不开，无论是上午、中午、下午，随时都能来上一杯。根据纽伦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这几种食物之间的联系，咖啡、巧克力富含多酚类化合物，可以被锌激活，然后就可以阻止人体细胞产生一种废气，因为这种废气它会损害人体的 DNA 和氧化应激，在人体衰老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而澳洲生产的各类海鲜含锌量就非常高，澳洲人更是以爱好吃海鲜为出名。海鲜里比如
牡蛎就是含锌量最高的食物，其他含锌量高的食物还有瘦肉、鱼类、蛋黄等，也是澳洲人健康饮食的必备。因此，又爱吃海鲜又爱喝咖啡、喝酒的澳洲人，就更容易让锌和多酚在体内碰出火花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有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澳洲人长寿的大秘诀，那就是红酒、啤酒以及巧克力中富有抗氧化剂。据科学家研究，食物中的抗氧化剂可以降低人们得烟症的风险。来自英国华沙大学的一位教授说，我们生活里常吃的食物，比如蘑菇、鱼类、鸡蛋等，都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，都是非常好的抗炎食物。其中在抗炎食物中，金字塔顶端的就是红酒和巧克力。英国的一项长期研究也表明，常年吃抗炎食物可使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20%，患癌的风险降低13%。因此，与那些爱吃红肉、狂喝碳酸饮料以及加工食品的人相比，喝红酒、吃巧克力可以大大的降低早逝的风险。神奇吧？这种特殊的饮食偏好习惯，居然成了澳洲人长寿的秘诀。而不仅如此，澳洲超市里卖的一些咱们在国内不怎么吃过的蔬菜果蔬，也都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。比如动不动都涨价的芦笋，含有人体必需的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，具有调节机体代谢、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功效。狍子甘蓝、小球球一样的迷你包菜具有抗氧化、抗衰的作用。朝鲜蓟长得像莲花一样，主要功效就是利尿和祛湿，尤其适合体热的人群食用，不仅清肺，还能祛痰，甚至还有排毒养颜的功效。还有甜菜根，含有对人体非常好的叶酸，可以预防贫血，并且还有抗癌、防止高血压、老年痴呆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。知道吃什么东西好，怎么吃也得知道，用正确的方法，对身体绝对是加倍的。作为常年蝉联榜单榜首20年来第1名的日本，有些好的饮食习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。据了解，日本人的长寿和他们的饮食作息大有关联，那就是在睡前3到4小时进食。和世界上很多节奏快的国家相比，日本人的生活其实算得上比较焦虑，加班情况更时有发生。但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部分人能够做到规律饮食，就算要去应酬，基本上就是喝一口小酒，几串烧乌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根本不会胡吃海喝，以免给肠胃造成太大的压力。所以大部分日本人的正常晚餐时间会选在睡前的3到4个小时之间，可根据自己睡觉的时间调整。如果11点睡觉，7点左右吃饭最佳；如果6点吃饭，差不多9点到10点就可以睡了。提前3小时吃晚饭，睡觉前肠胃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，且已经被消化完毕，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。最重要的是不易产生饥饿感。在日本，无论什么档次的料理，大多是主食小菜，分门别类，荤素搭配的异常丰富。这么吃不仅能避免我们过度偏爱某一菜肴，也能保证营养摄入均衡。而且吃的时候有顺序，先从蔬菜开始，再吃肉。有科学研究，吃饭的时候先吃蔬菜，不仅能增加饱腹感，还可以抑制血糖、血脂的升高。有饱腹感以后，对肉的渴望就不至于过分的强烈，主食也能够点到为止。最后就是吃多少的问题了。大多数日本人用餐的进食标准就是7分饱，衡量标准就是停下筷子以后，既不会感到饥饿，也不会撑得难受，达到饮食的最佳状态。而且日本人吃饭速度普遍偏慢，我们3、2口就吃下去的东西，他们可能会吃上几分钟，细嚼慢咽。所以好的习惯也非常重要。澳洲人如果再有日本人的良好习惯，那平均寿命应该还可以有提高的空间。好，最后公布一下前面提到的关于联合国发布的2020世界幸福报告，中国的排名是在世界的第94位。2019年世卫组织发布的中国的人均寿命是76.1岁，排名第53位。大家认可这个排名吗？你觉得有问题吗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探讨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希望大家能帮我点个赞、分享和转发视频，一定记得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